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去古城过年时，身穿百褶裙放风筝，头发扎成半马尾，她散发出一种富有创造力和艺术气息的少女气息。2月1日，赵丽颖2月老板的行程表公开。这个月，颖宝就要开拍新电影了，如下图所示，目前剧组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已经迫不及待的期待了。颖宝自产子复工后，几乎一直在不断的创作佳作。举个例子，我们看看去年的《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这2部剧在各自播出前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口碑和收视率都可以提升整个节目，这是一个双赢的场景。与此同时，颖宝与长期合作伙伴林更新在前1年完成了第2次合作，名为《与凤行》。新的1年才刚刚开始，颖宝正在和制作组一起拍摄新戏，他是不折不扣的劳模啦。几乎紧接着，该公司发布了一堆老板在这座历史名城打球的惊人照片，让粉丝们大吃一惊。上传的照片显示，颖宝将头发向后梳成半马尾辫，画着精致的妆容。她还一身干净利落的西装造型，惊艳又飒爽，性感洋溢。颖宝之所以能够放下心来，是因为她在休假。一跪在萌萌的糖果和唐人面前，一摘下面具一笑，那一幕真是美不胜收。设备上出现新的画面后，颖宝立马重启了放风筝模式。她在古城的后巷里玩得很开心，每一张照片都透着颖宝的幸福，而且她真的很想逃走。在放风筝的过程中，颖宝并不总是摘下面具，不过这丝毫不减损她的美貌和气质，眉眼间的笑意更是掩饰不住。于是颖宝的喜悦被镜头捕捉下来，传遍了屏幕，感染了其他人。尽管颖宝已经35岁了，但她身上的童心丝毫没有减退。这一次她在古城玩得不亦乐乎，放风筝的瞬间更是将甜美少女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她穿着时尚的西装，但她仍然非常少女。除此之外，颖宝的容貌也发生了变化。下图中，颖宝的头发依旧是半马尾的造型，不过她现在身穿一件领子非常宽松的白衬衫，下身搭配一条灰色百褶裙，给人的感觉是她在努力塑造一个更加女性化的形象。颖宝见她笑眯眯的、大大咧咧的样子，不由有些甜了。她在小巷里放风筝玩得很开心，拿着风筝的时候，颖宝特别专心地摆弄着各种电子产品。其实前不久，工作室还拍了一张颖宝在古城的大片，当时的造型和这次古城之行穿的西装一模一样。这次古城之行，颖宝也穿着同样的套装。很显然，古城游览的照片此时应该是当时拍的。颖宝在古城画面大片中的2套红衣让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西装造型、白衬衫和百褶裙的补充。本来就颜值爆表的颖宝，打扮化了妆就更惊艳了，因为她太惊艳了，人们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红色的装束凸显了她令人惊艳的美貌和迷人的风度，这2者都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最近，颖宝的交易量有所上升，她的许多成功的时尚大片给她带来了很多关注，除了她在电影和电视上出演的悲剧，即便没有这座历史名城的惊艳形象，但是前年的贺岁照也足以让大家大跌眼镜。众所周知，颖宝年轻时被外界称为可爱的女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成熟。但是当他们采取贺岁照中，颖宝再次演绎萌妹子一角，惊喜不断。回顾当时拍摄的惊艳照片，可以看到颖宝时而扎着双马尾，时而留着蝴蝶结发型，搭配红色连衣裙，简直惊艳可爱，少女感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接受颖宝已经35岁了，还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不过在第17年刊中，颖宝又回归了熟女风范。颖宝能够在妩媚少女和成熟魅力之间灵活转换，足以证明她确实拥有值得佩服的财力。非常期待颖宝来年能够继续保持健康的状态。非常期待看到她的最新作品。赵丽颖在春晚的表演太牛逼了，第一眼看到她的样子就无语了。正在看晚会，突然出现一张人脸特写，不禁感叹美的惊人。
中国风的长相要求圆脸，以传达一种意境和氛围。这是因为圆圆的脸散发着喜庆的气息，而且长相非常可爱。所有的舞者都非常有才华，整个表演非常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一家人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都同时惊叹它很可爱，舞蹈很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该计划对创造性思维有积极影响，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赵丽颖的眼神似乎在传递着某种信息，传递色彩故事，弘扬中国色彩，总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对赵丽颖眼睛的印象一直是独一无二的，有沟通的能力。这是很多女演员都在纠结的，赵丽颖却拥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能说会道。老实说，这不是唱歌节目，他们所做的只是播放一首歌，然后找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和唱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角色的头饰、衣服和妆容上。他没有仔细听自己在唱什么，而且他们边唱边笑，感觉像是双簧，与播放背景音乐时完全一样，这很迷人。如果再融入一些舞蹈套路，那就更过瘾了。好，知道了。春晚的画面真的死气沉沉的，没人知道前面的女歌手还有脱口秀的演员脸上的隆起和眼纹都看得一清二楚，粉底一塌糊涂，白色。赵丽颖来了。有人争辩说她一个人有过滤器，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行的。这几乎就像完成了换肤，我非常羡慕她。我认为不可能独自对她进行手术。在这一点上，赵丽颖能看出她兼具温柔与坚定，自信与优雅，沉着与端庄。她进化成了一个更精致、更有魅力的自己，气质儒雅端庄，容貌可人艳丽，鲜明的个性让她对工作充满自信和执着。谁知道对比会如此可爱？甚至从3个方面对比，像兔子一样乖巧可爱，个性坚强，坚韧不拔，不妥协，不轻易气馁。像兔子一样乖巧可爱。生完孩子后的她气质端庄沉稳，处事豁达，开始有了人生阅历和智慧。她有一点纯净和乐观的氛围，背后的思想更开放，目的更容易理解。她刚播完徐半夏，据说身体非常好，有一种容光焕发的美。杨幂故事中的28岁女孩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女人，尽管她自称人到中年，但她有兴趣与一个明显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发生浪漫关系，主效法孩子，行为不成熟，称呼他的兄弟。不过当我扮演 U Bandit 时，我似乎被赋予了我最不喜欢的员工的角色，我没有灵魂了。我肯定至少看过1集有匪，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疲惫，我担心他是不是身体没有恢复好。但是我注意到，当他极度疲惫时，他出现了鱼尾纹、额头青筋，甚至还有眼袋。虽然我一点都不玩，但我仍然觉得充满活力，这说明只要我乐于表演，无论我有多累，我都会继续充满活力。还要强调一下，我最近集中看了几部日剧，包括近2年才关注的一些演员的新作，突然惊奇地体验到了真正的年龄感。刚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被吓了一跳，但随着我继续看，我终于习惯了他们脸上的皱纹和肌肉，以及他们变老的事实。其实，人在20出头的时候，脸上的胶原蛋白就已经开始退化了，已经有了。